在哈尔滨流传着一句话：李伟不推闸，冰城不见光。他不仅控制着全市的电力工程，更主导了冰城最大的黑社会组织。他纵容手下开设赌场，售卖毒品，其弟弟甚至强暴幼女，而他仅用5000元便能瞒天过海。为自己庆生，他举办淫乱派对，他提杯祝词，小弟俯首跪喊万岁。他就是哈尔滨电业局副局长李伟。1959年，李伟生于哈尔滨工人家庭，父母微薄收入要养活他和3个弟弟，因此全家经常饿肚子。作为长子，他早熟懂事，却暗藏不甘。1976年，17岁的李伟下乡当知青，他扛过冻土，刨过荒，回城后咬牙挤进哈尔滨电业局，从电工学徒干起。靠回来事肯吃苦，李伟被提拔为配电安装队长，同时还担任电业贸易公司经理。此时李伟发现电力系统有油水可捞，不过自己只是一名工头，完全没权利去分一杯羹。位攀高位，李伟于1989年开始攻读黑龙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，随后又攻读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。1993年成功镀金后，李伟开启了火箭式晋升，并于2007年调任哈尔滨电业局道里区供电局局长。在此之前，他还一直担任着曼哈顿华通商场经理一职，从中他学到了经商运营之道。不过他并没有用到正道上，而是和3弟李健、4弟李彤一起钻营灰色产业，几年间把酒店、赌场、洗浴中心开遍了哈尔滨，靠着黄赌积累了原始资本。灰色产业虽然挣钱，却上不了台面，况且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李伟升任道里区供电局局长后，暗中操控4弟李健成立多家电力公司，李家帮正式出道。2010年，李伟的仕途有了质的飞跃。这一年，他出任电业局局长助理，并担任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。3年后，李伟升任电业局副局长，而电力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则由他指定的4弟李彤接任。此时，李伟掌控电力工程审批权与验收权。他通过虚假招标将工程直接指定给4弟李彤，李彤作为国企负责人，接收大哥指定的工程后，将工程分包给3个李健，以确保利润不外流。至此，李伟以公权为起点，李彤以国企为通道，李健以民企与黑社会为终端，形成审批承接施工的完整链条，从而控制全市77%的电力工程。很多重点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办工厂，所有审批都非常顺利。唯独在接电这个过程中受到阻碍，某制药厂的电力工程只需要400万，却被哄抬至1700万后，仍然需要交上100万喝茶费。李伟不仅卡企业用电，还卡住宅电力配套费。电力配套费指的是小区开发商按照建筑面积向电业局缴纳的费用。按照政策，配套费工程应该向社会上所有具备资质的电力企业公开招标，但在李伟任职电业局副局长期间，公开招标都被他指定给自己的弟弟，有些开发商接受不了虚高的价格，就从外地寻找电力公司，李健则会带着道里狼队对竞争企业实施打砸威胁、暴力驱赶甚至打残，最终导致小区只能用临时施工用电，而临时电无法承载高负荷的居民用电量，因此众多超高层小区老人爬楼、孕妇被困电梯都成了常态。而李健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不仅是用于排除竞争者，还开设赌场、盗窃、洗钱、贩毒等无恶不作。李健还曾逼迫一名14岁幼女吸毒，并将其强暴。事后，李彤协同李伟威逼受害者家属晋升，动用权力及黑社会网络销毁证据，并贿赂公职人员，将案件降格为行政违法。最后仅给受害者家属补偿5000元。权钱加深的李氏3兄弟私下生活更是极其奢靡。李伟生日在3亚包下整个酒店聚众淫乱，他在台上提杯祝词，台下小弟跪喊老大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俨然一方之地的作风。2018年，中央扫黑除恶风暴席卷黑龙江，众多企业联名举报，这才揭开了李氏3兄弟的黑金帝国。经过半年侦查，专案组梳理出3285本卷宗，足能铺满5个篮球场。而李氏3兄弟的家产更是匪夷所思，承包的工程总价达31.6亿，其中家中还有现金10亿，并有96辆豪车，总价值近1亿元，69套房产，松花江私人码头1座，以及不计其数的明清陶瓷古玩和清代龙袍1件。而李氏家族的关系网中，涉黑团伙155人落网，30名公职保护伞被查，64名电力系统干部被处分。2020年10月，李伟、李彤被判处死缓。